各位觀眾，到了2026年，那些看起來霸氣大台的豪華休旅車 SUV 早就不是什麼成功人士的象徵了啦。以前開出門走路有風，現在呢根本是套牢的資產，全卡在二手車商的車頭裡動彈不得。為什麼？因為現在要養一台這種車，那個花費跟虛榮心早就完全不成正比。以前大家覺得是買個面子、投資形象，現在對很多車主來說根本是掉進無底洞，新台幣一直燒到你懷疑人生。我老實跟各位講，現在很多中古車商私底下都在抱怨，有些特定款式的豪華休旅車，他們現在是寧願不賺，也絕對不收，免得砸在自己手裡變頂級庫存車。為什麼會這樣？因為零件價格漲到天上去，一堆複雜的電子系統壞了，根本沒人會修。加上現在大家也清醒了，不再盲目追求那種土豪風的閃亮亮配備，這也讓今天我們要講的這8款車直接變成市場上沒人敢碰的票房毒藥、頂級大顧路神車。今天這集我們就來當個老實人，幫大家盤點8款以前被捧上天，現在只要稍微會算算盤的人都絕對不敢碰的頂級休旅車。第一台就是大名鼎鼎的海神休旅 Maserati Levante。當年這台車出來的時候，大家都以為意大利傳奇跑車靈魂終於注入休旅車了。結果到了2026年，你想把手上的 Levante 賣掉拍卸，中古車商只會對你搖頭，投以同情的眼神。為什麼？因為回歸到現實的修車廠，這台車的真面目真的很殘酷。在它那張帥氣、充滿意大利風情的外殼下，裡面雖然裝了一顆法拉利血統的 V6 引擎，但很抱歉，它的電子系統跟內裝一堆零件，根本是直接從菲亞特那種平價車的百寶袋裡拿過來的。很多台灣車主都在哀號，這台車的保養費簡直是天文數字。你去外廠換個火星塞，或者做個大整理，換個剎車系統，那個報價單一出來，數字直接可以去買一台顧得很好的國產小轎車了。更扯的是內裝材質，台灣夏天這麼熱，那種環保材質的環保漆幾年下來直接變黏黏的，像口香糖一樣，連裡面的真皮座椅才開個5年就開始龜裂，看起来超顯老。這對百萬豪車來說根本是災難。外面的黑手師傅也警告，Levante 那套複雜的4輪傳動系統跟氣壓避震，只要一壞掉，零件從意大利叫過來，通常要等幾個月，而且那個價格是驚人的天價。到了2026年，海神的光環早就沒了，現在大家只覺得它是台隨時會壞、買來折舊的賠錢貨。你現在想開去中古車行估車，辦舊換新，車商開出來的那個骨折價，絕對會讓你當場心痛到滴血。第二台是有最美路虎之稱的 Range Rover Velar， 大家都承認它是個設計傑作，外形帥到沒朋友，但帥能當飯吃嗎？帥可沒辦法幫你付動不動就幾十萬的電子故障維修單。現在中古車商都笑稱它是全世界最漂亮的頂級庫存車，因為買家只要想到它那令人發毛的妥善率，直接被嚇到退避三舍。車主最大的噩夢就是它那套全數位的中控熒幕，幾乎所有的車輛功能都被埋在那個動不動就卡死當機的觸控選單裡。到了2026年，台灣一堆車主在網絡上狂抱怨熒幕直接黑，畫面全死。這下慘了，因為連冷氣溫度調整都要用熒幕按，熒幕一壞，整台車直接廢掉，連開都沒辦法開。機械部分，內行的一看到早期那顆 Ingenium 柴油引擎，腳就先軟一半，什麼鏈條拉長、渦輪提早下課畢業，在修車廠早就見怪不怪了。現在在台灣，如果這顆引擎報銷，要回原廠換掉，隨便一報就是55萬到60萬元新台幣。重點是這台車現在的殘值暴跌，修一次引擎的錢直接就達到經濟性全損，也就是修起來比車子殘值還貴。根本不用修了。還有那個帥氣的隱藏式把手，只要稍微有點狀況就直接罷工夾手，完全就是一個展肩看很炫，上路變殘廢的裝逼配。現在在台灣，如果你敢買一台已經過保固又沒加購延長保固的 Velar， 那你真的是在玩左輪手槍的財富俄羅斯輪盤，而且裡面還裝滿了子彈。第三台是來自英格爾施塔特的4環旗艦休旅奧迪 Q8。這台車當年出來的時候，號稱是奧迪科技的最高結晶，帥氣的跑旅外形吸睛度破表。但到了2026年，它的名聲直接被一個特定的系統給徹底搞爛了。沒錯，就是那套惡名昭彰的 48V 輕油電系統，特別是裡面那個皮帶式啟動發電機，也就是大家常講的 BSG。這個東西在台灣車圈簡直是顧路代名詞。它最恐怖的地方在於會無預警突然死機，直接讓你整台車在高速公路上失去動力，嚇出心臟病。你開回原廠那個玻璃金字塔去修，隨便報價就是新台幣15萬起跳，而且前幾年零件缺貨缺到爆，車子進去直接變流廠，觀察好幾個月。還有，如果你買的是早期50TDI 柴油版，那套原廠軟體寫出來的起步重拖、油門遲滯，
真的會讓你塞在台北市區時氣到血壓飆高。進到車內，雖然大熒幕看起來科技感十足，但代價就是滿滿的鋼琴烤漆面板，根本是指紋收集器，擦到你懷疑人生。更扯的是，儀表板下方居然用了一堆硬塑料，這對一台當年新車價要快400萬的旗艦豪車來說，簡直是侮辱消費者的智商。現在在中古車市場，早期的 Q8 價格直接慘跌，大打折。因為每個人都在怕買回去開一開，哪天換自己遇到 48V 電子系統大崩潰。中古車商現在看到 Q8 也是直搖頭，能不收就不收，因為收回來在店裡通常都要放很久，直接變成动不动就打破記錄的鎮店之寶賣不掉。第4台，我們來聊聊巴伐利亞的巨獸，第一代的 BMW X7。這台車完全是大到沒朋友，科技複製到給自己挖坑的典型代表。以前開這台巨無霸出門是頂級身份的象徵，但到了2026年，它在路上看起來只有滿滿的違和感，而且養車費用根本是個無底洞。首先，它那套前後軸的前後气壓避震，車齡一到直接變成吸金怪獸，不管是压縮机掛掉還是气囊漏气，隨便一張維修單的數字，在外面都可以直接去買一台狀況很好的中古國產車了。如果你買的是 V8 的動力版本，例如 M50i 或 M60i， 那更慘，引擎室裡那2顆渦輪的高溫通病，時間久了直接把周邊的塑膠管路烤到变脆，一碰就碎，漏水漏油漏到你抓狂。再来 X7 這種全尺寸大7人座的魔王级車身，在台灣根本是限制器，台灣市區一堆地下停車場和機械車位，它根本開不進去，就算勉強擠進去，車門也根本打不開，簡直是跟自己過不去。加上它當年那個被大家酸爆的超大鼻孔、大尺寸水箱護罩，現在看久了也有點審美疲勞。重點是，這台車連換個輪胎、換個剎車皮，或者是每年的保費，那個價格都貴到嚇死人。現在連買得起這等級的有錢人都寧願去買小一點、省油一點的 X5。到了2026年的自由市場上，一台如果沒有買原廠 Full Service 包套保養專案的二手 X7，根本沒人敢接手。因為對第二任車主來說，這根本是抱着一顆隨時會爆炸的財務炸彈。第5台是來自英國的小豹子 Jaguar F-Pace。當年這台車出來，號稱要幫這個英倫百年品牌開創 SUV 新時代，結果到了2026年，它直接淪為中古車商最怕的冷門地頭蛇。很多車主開一開都在幹戰，這台車的組裝品質根本對不起它幾百萬的身價。車內飾板一陰一堆，全景天窗還會漏水進來，下大雨車內直接變水族箱，機械部分更是災情慘重。特別是早期那顆 Ingenium 柴油引擎，嚴重的機油稀釋通病會讓機油失去潤滑效果，這導致什麼？導致它的正時鏈條像開了快轉一樣，磨損速度快到嚇死人。在台灣的修車廠裡，大家都知道 Jaguar 的零件是出了名的尊榮天價，而且常常缺料。車子一進廠，往往要等1-2個月，直接變長期留廠觀察。再來，它第一代的那套中控車機，現在看根本是石器時代的產物，反應慢到爆，動不動就死機。最讓車主崩溃的是排氣系統，它的 AdBlue 尿素系統感應器非常容易壞。一出問題，車子直接強迫鎖動力，跳減速鎖定，限制行駛。買這台二手車，你真的要做好車子不是在修車廠，就是在去修車廠路上的心理準備。現在很多中古車行乾脆直接拒收 F-Pace， 因為这品牌在台灣的休旅車市場名聲早就被它的妥善率給徹底玩壞了。第6台是台灣能見度超高的三星盲休旅 Mercedes-Benz Gilead。這一代原廠代號 W167 的 GLU 本來想要重新定義豪華休旅，結果呢，從第一天發表開始就被他那美國工廠組裝的品質給徹底搞砸了。現在連汽車鑑定師都搖頭，一堆車主在干本它的板件縫隙 Sport 碼大到可以塞手指，內裝塑料，組裝不扎實，還狂出異音。這種美製品質在以前根本不可能出現在賓士身上。還有當年新車選配超貴，號稱會跳舞的 E-Active Body Control EIBC 主動式氣壓懸吊，現在直接變成財務大黑洞。這套科技雖然做起來像魔毯一樣舒服，但只要裡面的主動式避震器一掛掉，在台灣原廠那個報價單拉出來，直接是幾十萬新台幣起跳，這數字拿去買台國產中古車都還有找。到了2026年，剛好遇到前幾年大量租賃到期的車潮全部倒回市場，二手市場上突然多出一大堆 GLU， 偏偏現在根本沒人敢接手，加上它的 MBUX 車機系統天天在鬧脾氣，熒幕當機卡死，回原廠弄個軟體升級又是幾萬塊在噴，這也讓 GLU 徹底失去了以前賓士最自豪的神級保值率。現在中古車行都透露，懂車的客人都寧願回去買上一代更穩定的舊款 W166，也絕對不敢把這台高科技不定時炸彈請回自家的車庫。
第7台，我們來聊聊電動休旅的始祖 Tesla Model X。當年這台車剛發表的時候，那個科技感簡直就是未來的代名詞。但到了2026年，對很多買二手車的接手車主來說，這個未来科技夢早就碎了一地。這台車最大的硬傷，絕對是它那個看起來超炫，實際上是災難的鷹翼門。這兩片翅膀帥是帥，但年份一到，直接變成機械跟電子的終極大災難。感應器常常發瘋，要麼死不開門，要麼就是把台灣地下室的消防管線或旁邊的車當空氣直接撞上去。只要一撞壞，回原廠特斯拉服務中心那個維修費絕對貴到讓你當场原地面癱。而且早期的 Model X， 它的內裝組裝品質真的爛到对不起它当年動輒300-400萬新台幣的身價。座椅搖晃，下大雨膠條漏水，外加老車免不了的大電池健康度衰退，揚起來的風險高到嚇人。偏偏特斯拉這套系統超級封閉，外面的傳統保養廠根本插不到電腦，動不了它的軟體，不管壞個什麼鼻屎大的小東西，你都只能乖乖回原廠被當肥羊仔。最慘的是這幾年特斯拉原廠瘋狂搞降價割韭菜的激進定價策略，直接把中古車的保值率一巴掌打進地獄。現在在台灣，一台已經过保固的二手 Model X 基本上跟廢鐵一樣難賣，除非你願意用骨折到見骨的超低價割愛，賣到跟一台配備好一點的國產平價車差不多價格，不然根本沒有白老鼠敢接手。最後一台就是幫祖芬豪森賺進大把鈔票的保時捷金雞母 Porsche Cayenne。不過到了2026年，現行代號 E3 的這一代 Cayenne， 它那完美的外表下已經開始露出一堆馬腳。它的操控沒話說，依舊是休旅車界的頂標。但最大的問題是，一旦過了保固期，它的保養費用簡直貴到沒天理。舉個最經典的例子，它那套選配的 PSAB 無碳化無剎車系統，也就是大家常講的白卡鉗。這套剎車換一次盤子跟來令片，原廠報出來的價格，在外面可以直接去買一台狀況很好的中古代步車了，真的超誇張。再加上它還有 PDCC 主動式防傾桿跟後輪轉向系統，科技太複雜了。外面的民間修車廠如果沒有專用原廠電腦跟特殊工具，根本連碰都不敢碰。到了2026年，台灣市場剛好有一大堆3年租賃到期退役的車潮湧入，導致最基本的 V6 標準版 Cayenne 在二手市場上嚴重的供過於求，價格直接被殺到見骨。很多車主也在抱怨，保時捷原廠保時捷中心那個計時收費的工資早就貴到超越正常人的理智線了，偏偏車子的殘值還在天天跌。現在在台灣，如果你的 Cayenne 沒有原廠完整保養記錄，俗稱總代理滿中保養，在二手市場上絕對變成沒人要的鎮店之寶，因為只要一接手不用幾年，光是養車的開銷就直接可以再買一台了。如果你喜歡今天這支幫大家打醒虛榮心的影片，記得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才不會錯過更多精彩實用的車市內幕。你有遇過哪些修車修到懷疑人生的經驗嗎？歡迎在下面留言分享你的看法，我們下次見，拜拜。